请主持人赵创。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下面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微表情专家季宇老师，欢迎季老师；情感导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著名媒体评论人于波红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作家新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两家条件差距太大而埋怨，我是觉得看不到他的努力，看不到他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奋斗。我们2个在一起已经1年多了，因为我们2家的条件差很多，感觉他越来越不甘心，让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我不愿意一直过得平淡的生活，我像我的父母一样用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给我的感觉总是原地踏步，我也很苦恼。现在我觉得我们2个人对很多事情观点的不同，他脾气很大，总爱发火，让我感觉我们2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觉得他总是逃避面对现实，很多事不愿意和我一起面对，我现在很多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讲，我觉得很无助。他父母现在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在乎父母的想法，也不考虑我的感受。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小何29岁，来自陕西，销售，有请小何。小李25岁，来自四川，销售，有请小李，有请。欢迎2位哈，今儿是你打算来的是吧？是的。来干嘛呀？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就知道可能我们家庭有一些差距啊，但是刚开始的话，谁家有钱点儿？他家条件要好一点，你家条件差一点。对，然后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估计应该能克服，感觉就爱情可以克服这个家庭差异。对，但是到后面的话，就是真正的到了现实去看到过，可能就是，然后他觉得心里有很大的落差。去年嘛，然后快过年的时候，我带他回家去见了一下父母，相当于是，然后他到我们家去了之后，就觉得跟他想象的差太多了，可能是，对我可能就有想法了。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嘛他是陕西的啊，我是四川的啊，我们过年之前去他们家哈。他们是那种平房子哦，我们进去的话，房间特别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啊。我也想问下他啊，等我们以后结婚了，还要跟我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嘛？那肯定不可能的嘛。你们结婚会回到那儿住吗？不会。所以你那话就是挤的人吗？你会因为这个轻看他吗？不会的。不是去年带回去了，带他回家了嘛，然后本来是亲戚朋友都知道了，然后亲戚朋友本来说是来看一下的，他就是不出来这房间里面，就是不出来睡觉，然后我叫他也不听，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看不起我这种感觉，然后让我很没面子。不想出去，那个时候跟他吵架了嘛，因为那个时候我说我要回家嘛，那个时候马上要过年了，我弟弟妹妹叫我回去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回去了，然后他又不让我回去嘛。所以就跟他生气了，然后就进房间了。他就是给我一种不想跟我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然后每次有什么事我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藏在心里。现在不愿意跟你交流了是吧？我其实又经常跟他交流的。只是可能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说话方式啊，可能是不那么对，因为我可能本身可能脾气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可能没理解。你们俩当时是怎么在一起的呀？我们是同事嘛，同事，我们都是一起在重庆工作的。当时你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呀？从第一眼看到，我感觉还是，长得还是比较清秀一点，长得还可以。然后接触了之后的话，我觉得那个人其实也还好。现在接触了这么久之后，有什么感觉吗？改变了感觉了吗？跟之前差不多好多吧，跟之前一样。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快一年了。这个在这1年的这个接触交往里面，你们觉得你们
消费观啊、价值观这些都一致吗？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东西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好一点的哦，价钱可能稍微会贵一点的，然后可能他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实用的就好了。可能我是要求，可能花得多一点了钱。哦，那你介意吗？不那么介意，不那么介意。我觉得他们可能家庭不是很好，我理解，都是花的我自己的，花的我自己的。你们家人知道他的这个经济条件吗？晓得。哦，知道哈。哎，对。那你家人什么态度呢？他们家的条件的话，跟我们家别还是差别很大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都在外面工作哦，他爸爸妈妈没有，他爸爸妈妈他妈妈是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哦，就是没有经济来源了哦。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就是他们都在深圳那边工作，他们有经济来源，所以说实话的话，我爸爸妈妈。他家里就是现在也是可能有这种想法，就是看不起我们家这种情况。你这是感觉啊，还是他们做了什么事儿让你有这感觉？他在我们家去了之后，我说是去他家里，去见一下他父母嘛也，然后就是他一直也不让我去，反正就是各种推各种，然后发信息也不怎么回我这种。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啊，我有叫他去我家。他给我发微信哦，他跟我说他要来我家里面哦，但是呢，我爸爸妈妈他们还在工作哦，他们还没回来。但是呢，回来，我爸爸妈妈他们回来之后呢，可能是因为那种特殊时期嘛哦，过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来了。按你的说法是他误会你了是吧？哎，可能是家里面这个因为特殊的原因不能有人去做客，并不是你们家对他有什么偏见，是这意思吗？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偏见。那你应该说实话呀。家里面的人到底知不知道他家的经济条件？你正面回答我。晓得，其实晓得。我跟我爸妈都说了。介意不介意？其实很介意，很介意。因为我爸妈妈他还是比较希望我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嘛。哦。条件可能还是稍微好一点的。行，我再问。可能他们家达不到我们家的那个条件。你的感觉都是对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就是希望给他找一门当户对的，你这感觉对了。其实他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也达不到，就是说他要求的或者父母要求的那个。你满意他吗？说实话，他这个人还是很好的。啊，人很好。对，其实还是很满意，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不那么同意。啊，他有什么缺点吗？可能就是。缺点钱，缺点房子。那你愿不愿意嫁给这种人呢？就是只缺点钱，但是他年轻可能能挣，缺个房子，也许过个10几年他给你买特别大的房子，就这种人你愿意嫁吗？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看重我爸爸妈妈他们的。人家跟你分手，你接受吗？不太能接受。不是你又不打算嫁给人家，你逗人家玩呢？你要干嘛？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嘛。其实就不要看家庭那个方面哦，其实就看他的那个人的话，其实，包括对我啊，其实他那个人很细心，很会照顾人哦，做饭其实特别好，但是他没有人教，都是自学的，很厉害，我觉得。做的菜的话也非常好。那你找个厨师朋友不就更好了吗？家庭条件好的厨师，这不满足你的条件了吗？这不是重点，你喜欢他什么？是不是他对你特别好？对，特别关心。他对你言听计从。对，还可以。好，优点已经摆在桌上了。他喜欢你的，就是你对他好的感觉；他不喜欢你的，就是可能你这一辈子都达不到的一个经济条件。对，是这样的。那你有什么打算吗？你冷静地思考一下啊。也就是说，你现在能拿出来的所有，你是不是把最好的已经给他了？是的，但是他希望更好。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但是我的努力好像还是达不到他的要求，因为我母亲也生病了啊。家里我父亲要在家里照顾母亲，也没有就是说多少经济收入，所以家里面可能未来还需要你的经济上的支持，对吗？对。但是你的女朋友对你有要求，你想过分手吗？其实我想过，因为我感觉他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啊。人家没想跟你分，
人家还想试试，你什么态度？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可能做不到他想要的。跟他在一起的话，他父母可能也不看好。对于我来说，可能太难了，压力太大。你想跑吧？也不是想跑，就是主要是你有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一步？我没有勇气了。女生是这样的，我享受你的好，我还想再试试。其实这是一个感性的声音，对吧？但是从理性上来说，其实我知道不合适啊。你现在是矛盾，对吧？其实不矛盾，不矛盾。那你嫁呀？他的意思是，可能他父母那一关他过不了，他也是比较听他父母的话。我直接问你一句话，他爸妈不同意，你敢带他私奔吗？他挺自卑的。我问你你敢带他私奔吗？你敢吗？但是你敢吗？我面对不了他父母。你敢带他私奔吗？私奔不就不面对父母了吗？敢吗？那问你敢吗？敢。什么？大声说。但是现实是我们是要考虑这些的。大声说，大声说，大声说，你敢不敢？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还是敢。你敢跟他私奔吗？我觉得他还是。你敢跟他私奔吗？可以，我觉得可以。啊，行吧，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你带他私奔吧。但是我们始终是要面对父母这一关的，没有什么的。但是我还是很想得到我爸爸妈妈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他们的支持还是很重要。其实说白了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女生说敢，我真的我不意外，家庭条件好嘛，任性嘛。我最想听的其实是男生的态度，我想看男生到底怎么想。你们自己面对感情的时候，不要老拿别人来做挡箭牌。你现在就是犹豫嫁不嫁给他嘛，享受他的好嘛，但是硬件条件实在太差了嘛，没有勇气嘛，把你爸你妈往出一搬嘛，哎呀，我过不了这关嘛。你很简单嘛，他看不上我嘛，我又放不下嘛，万一我能跟他好了，对我来说不是也是一个跨境嘛？所以你也矛盾嘛，你自卑嘛，然后怎么办呢？所以说，他父母在中间横着嘛，你们不要拿人家说事儿，你们听听老师给你们解解这个危局，怎么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季老师，这个男生，你有一个情况，你始终没搞清楚，知道吧？只要你敢娶，他就敢嫁。现在问题卡在你这儿，你是最重要的。你换个角度想，你都穷成这样了，人家女生还没跟你分手呢，还说想试一试呢，什么意思啊？他父母是反对，如果你强烈坚持，你给他信心，你硬，他父母就软了，对吧？父母也得以女儿的终身幸福为考虑，他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如果女儿说觉得你特别合适，感情特别的情投意合，他父母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关键是你太自卑了，女生已经看出来你心里太自卑了。实际上，女生啊，她并没有说嫌贫爱富，说特别的看不起你。女生唯一有一点的这个担心，可能是说她觉得她跟你在一块儿的，可能别人有可能会因为你穷而看不起她，或者说看不起她的父母。从她本性来讲，其实她是很爱你的，她是看到你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所以她才愿意跟你试一试。你需要的就是硬气和霸气，知道吧？你得给人父母信心，人父母一看你，哎呦，我这个那么穷，我达不到你的要求。但人父母别管你有钱没钱，一看你这态度，人家就不敢把闺女嫁给你了，知道吧？这终身幸福没有保证啊！你现在都不敢，就是很肯定的，你给人家一个保证的，人家谁敢把闺女嫁给你？人家女孩心里很清楚，人家也不敢去这个嫁给你的，你知道吧？你想想，你娶了她是你的本事，她比你条件好，对吧？季老师，你需要硬气起来就行了啊，就变得像个男人一样有力量。所谓硬气叫力量。来，珊娜老师啊，因为我还恰恰跟季老师的那个意见相左。哎呦，我不觉得是男生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全在女生。这么说啊。刚才我们提到硬标准和软标准，他的家庭条件是硬标准，那他对你好是软标准。你现在之所以不离开他，依然留在他身边，是你贪婪、贪心、贪恋他对你的好。
你没有全盘接受他，你绝对没有全盘接受他，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跟你情况一模一样的好朋友。这个女生家庭条件我不知道和你怎么样，但是她在我们的这个水平当中是相当的。她找了一个也是同事，她的同事家庭是农村的。她第一次到她男朋友家的时候，也被家里的景象惊呆了，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从来没见过鸡上炕。她说你想象不到那个情景，猪圈，然后鸡鸭，这个鸡还在屋里面乱跑，她本来又怕动物，但是她心里完全接受这个情况的表现是什么？她会跟她老公一起去分享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她完全融入她的家庭情况，融入这个境况。我是觉得我生活习惯没办法，可是她会觉得这就是我老公，我未来要嫁的这个男人，他从小长大的环境。她会跟她妈妈坐在炕头聊小的时候她在炕上摔下去这些趣事儿。这是她心里已经认定了，无论这个男生的家庭条件是差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要嫁他。所以他是什么样的，就这个家是我再没办法见过的，我已经认定了我要嫁他，那我就要试着去接受。但是你心底过不了自己这关是硬标准，因为你把硬标准看得很重，但我们不能说把硬标准看得重就是错，没有错，姑娘。我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和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我想找一个条件相当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唯一有问题的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里面写满了对他的不满意。他的自卑有一部分是源自他本心，是他真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可能从小有自卑，但有另外一部分是来源于你对他的态度，你让他更加的自卑了。所以我说问题的症结在你。如果你现在想好了未来的生活你要克服种种困难，你就图他对你好，那你想好一点就一点。如果有一天他对你不再言听计从，不再小心翼翼，这段婚姻你能坚持得下去吗？男生只要想一点，你娶这样一个姑娘，你可能未来很长时间都要委曲求全的过日子，把她当公主一样捧在手上，你过得去吗？你们两个人如果这两点都想明白衡量清楚了，那路该怎么选由你们自己。谢谢。谢谢张大老师啊。来，包红兄。女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内心是有这个男生的，这一点没错吧？另外，我想告诉你，其实男人最讨厌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别的男人面前来比较自己，男人最喜欢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在别的男人面前肯定自己，这种肯定可能就是一种动力，他会得到改变。虽然你在别的男性面前去比较他的时候你是无意的，但是无意当中你伤害了他。男生，我同意季老师说的，你身上的问题很大，问题出在哪里？自卑。我认为作为男人，自卑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愿意从自卑当中走出来。我非常喜欢一句话，你今天对我爱理不理，我让你明天高攀不起，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意志。男人只要在努力的路上行走，哪怕我达不到别人要的、想要的、我想要的，你都是一个大男人。男人最大的失败是自己打败自己，别人再看不起你，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这很重要。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当中恰恰是你太珍视这一个女生了，你喜欢她，你又感觉到自己配不上她。在这一个场合，我们讲的爱情有时候还真是平等的。如果说你透露出你努力的一面，你一定能征服他，更加能够征服他。不信你试试。谢谢包公兄。来，米娜老师。我相信你不是第一次冲动地回答赵川老师，敢私奔吗？敢，对吧？你之前应该也会有这样任性和冲动的时候。
然后等你冷静下来，你可能就会选择了放手。那么到那个时候，你会害了这个男生。我觉得问题最大的是你，反而不是这个男生。我能够理解他有一点自卑，但这个自卑有的时候是量力而行。他知道自己家是什么情况，他知道母亲患病，他知道自己父亲挣不了钱，他知道自己目前可能2、3年内挣钱的能力是什么，所以他没法自信，他自信不起来呀。但是你在这里头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上来告诉大家的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喜欢他，所以挡住了我们，对不对，姑娘？然后你又回答了赵川老师的是，我敢私奔可以不管父母的意见，这是一个悖论呢。如果你那么在乎父母的看法，你就不会那么果断地说我敢私奔。你把父母放在中间，你希望男生能够被这个事情激励出一点什么，可能奋发图强，忽然变成有钱人，但这个不可能。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觉得的话，我可能会尽量的说服吧，说服我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们不太支持我们，他觉得他爸爸妈妈应该会拖累我们。如果你说服不了你父母，你将怎么办？可能时间久了，他应该会接受，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我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得到父母的支持会让我更加有动力的去生活这样子的。我其实问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啊，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好，就你问他的，上来就问他，结婚以后我们还睡一张床吗？说跟公公婆婆还睡一张床吗？这问题我现在就问你，结婚以后就是拉一窗帘跟公公婆婆睡一张炕，家里面有兄弟姊妹的可能还要拉一张帘儿睡在一张炕上，你结吗？你结吗？那你们俩就分手吧。我说的是最现实的问题。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嘛，一棵树2年房嘛，咱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那不就是在树底下拉个窗帘，哥俩就各过各的日子，这就是现状啊。你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你不要拿你的父母来说事儿。喜欢我当然明白了，谁没谈过恋爱，谁不知道喜欢是什么？一个人一味的服从，一味的对我好，我当然会痴迷啊。就是这样，而且这个里面没有对错。他懦弱，他必然懦弱，因为他见得很少。在他那个生活阶段的时候，应该就算村里的骄傲吧，能读大学能什么，但是他到了大学，哎呦，他们怎么生活是那样的？他也有一个视觉冲击。这就是我们其实城市和农村的这种所谓的交流，叫生活交流，完全是脱节的少年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自卑，说这个人很自卑，我们能改变他，改变不了。这到哪里去改变？你也没有那个力量，爱情没有那么伟大的力量。别嫌我说的那个，没有那个力量。人后来一定是输给了生活。只有那个我觉得在人格上面特别伟大的人，就是特别有力量的人，才不屈从于生活，牢牢地抓住了爱情。现实当中，所有的爱情都会向生活低头。我真觉得强扭的在一起，真的怕你们痛苦，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就是如果说谈恋爱谈到最后说我们结婚吧，这个时候突然说，我爸妈是个阻力，我爷爷奶奶是个阻力，你的工作是个阻力，什么是个阻力？这婚不结也罢了，不再纯粹了。听懂了？我们都相信你们的爱情，但如果你们一定要在一起，有很多东西要跨越。你们相信爱情能跨越，你们要自己去找力量。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你还是很好，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脾气很，我知道我的可能脾气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可能会向你发脾气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以后反正
尽量把脾气改一下吧。嘿，时间到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看看这一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哦，好。有网友提问说，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半年了，可是和老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没话说，不想说话，和别人一起的时候呢，天南海北的都可以聊一天，好郁闷啊，我该怎么办？有一句话不就是这么说的吗？爱就是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一个人说，所以你们之间还有爱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祝你幸福，谢谢。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守候、陪伴并且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